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cky。今天这个视频呢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我的减肥系列的第3期，就是我的1周减肥午餐。然后我之前也一直说，其实我的午餐是吃的相对比较随意的，我经常会粗粮细粮搭配着来吃，然后我中午其实也经常会吃面。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荤素营养搭配的比较均衡，然后注意少摄入一些油脂，然后烹饪方式也尽量的清淡。我觉得只要你总体热量摄入不要太高就行了。然后我的很多烹饪的灵感其实是来源于日料，因为我觉得很多比较家常的日料的做法其实是很适合减肥的，他们就比较少油少盐，然后也比较简单。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在减肥的时候不知道该吃什么的话，可以去参考参考日料。然后我就不说废话了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。我在减肥期间呢，中午是一定会吃碳水类的主食的，不然晚上一定会很饿，所以我一般会选择粗粮细粮结合起来吃。这碗面呢就是用的普通的挂面，当然你们还可以选择一些营养价值更高的面，比如说荞麦面。但是这碗面的总体热量也不会很高，而且偶尔吃一吃细粮对减肥来说也是有益无害的。如果你在减肥期间经常觉得怎么吃都吃不饱的话，真的强烈建议你尝试一下这碗面。这碗面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一碗热腾腾的面吃下去，比吃那种生冷的减肥餐满足感真的是高太多了。这道菜做起来呢就很简单方便，基本上一锅就搞定了。不过我做的菜好像都是一锅就搞定。豆腐类的东西呢，我在减肥的时候也是经常吃，它是一种优质的植物蛋白，而且做法很多，大家可以自己随便摸索一下。我基本上就是把蔬菜和豆腐放在一起随便炒，然后再加一些调料来调味。我有时候还会加一些鸡肉、虾仁或者别的肉类。主食呢，我用的是藜麦，大家还可以换成糙米啊，或者白米饭都可以。这个 poke bowl 呢，近2年在美国真的超火。我在外面吃了几次之后都觉得超好吃，然后决定自己在家里做一做。它的原料很新鲜，而且不用经过任何烹饪，所以整体热量超级低，我觉得特别适合减肥期间吃。这道菜的唯一缺点呢，就是它对三文鱼的要求比较高，它必须要买那种做寿司用的三文鱼，这种三文鱼呢才比较适合生吃。但是这种三文鱼就是不太好买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用熟的三文鱼来代替。其他配菜呢也是完全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调整。它最后味道真的超级好吃，感觉完美复刻了外面卖的那种 poke bowl。这碗荞麦面的做法呢，其实是受日料的启发。先把螺旋藻用水泡开，螺旋藻呢是一种蛋白含量很高的植物。荞麦面呢，我觉得是一种很适合减肥期间吃的主食，而且有很多做法，还可以凉拌或者做成炒面。这些蔬菜呢，你们都可以换成你们自己比较喜欢的。味增记得要先用水泡开，再倒进汤里。面出锅前呢，加了一点点香油提味。如果你们在严格控制卡路里的话，香油这一步也可以省略。这碗面的味道就比较清淡。意面煮好捞出来之后呢，要先过凉水，然后提前用盐和胡椒调一下味，这样做出来的意面才比较入味。这种做法我真的是摸索了好久才发现的。我觉得意面呢是很适合做午餐的一种主食，它的饱腹感比起一般的白米饭或者白面会维持得更久。我中午真的是经常吃各种意面。我最后还加了一些番茄意面酱用来调味。这种意面酱呢，其实热量也挺低的，它主要就是用番茄做的。最后就是还可以加一些鸡肉啊，或者三文鱼啊，或者一些白肉来跟意面一起炒。最后这道菜呢，也是一道日料。我用了一块鸡腿肉，当然大家可以换成脂肪含量更低的鸡胸肉。
鸡蛋呢，注意就打到这种程度就 OK 了，不用打得太过。这道菜呢，我减肥期间也是经常会吃，因为它做起来真的很方便，一锅就搞定了，而且满足了一天的蛋白质。我一般吃这样的午餐的话，晚上就会吃的比较清淡，就比如说吃一点沙拉。鸡蛋最后倒进去，加热到70%熟就 OK 了，然后铺在提前煮好的米饭上。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啦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哦，拜拜。